那我也想再问一个问题，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师母肯定也有这样的挣扎哈，因为什么呢？因为牧师要去到哪，师母一定要跟到哪嘛，对不对？而且夫妻俩呢都要同心一起服侍就像前次牧师也这么讲突然需要你帮忙呢，你就要帮忙，你不能说我就不管你那一套了，是吧？我还要干我的事儿了，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矛盾，甚至有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包括牧师要面对，那你又不想面对的问题那我想来问一问，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师母作为师母这个角色，你有没有非常大的一种挑战？我不愿意顺服跟着牧师他去做一些这种事情，或者说你不愿意说哎呀出来当宣教士跑来跑去这样的一种心态那怎么样来克服好不好？来，那就今天来讲一讲这个话题。那我想请师母先来好，有我觉得在移民出来职堂，在海外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就有很低谷的时候，你就觉得几乎自己快要放弃了。我觉得在宣教的第一个合场我用一个形容词，就好像是在那个什么西藏高原是个低氧状态你就已经那个氧气缺乏的不是真正的这个氧气那个缺乏是那个爱的浓度。你在前面所有的人都在 survival， 都在求生存想办法在你身上挤出各种的帮助，为了要他们自己能够活下去。所以像我们这样教会和乐已经是很成熟的教会，互相彼此相爱，那个环境是没有的。你就只是自己这样子带着这个我觉得带着这个氧气筒，然后去到深水，然后侍奉，那种感觉就你每天呼吸就已经非常的难了，你还要应付周围的人的需要。我觉得那个是对宣教士最大的消耗跟考验。我们侍奉的对象他们也不认识神，所以有时候会说一些话，你也觉得哎呀我的妈怎么会这样，很难接受但是有时候就觉得我承受不住了，长期在那个范围里面我真的承受不住了。那一开始你也知道，就是说神带领我们去加拿大，主要对我而言，我是成全我先生，就神对他有这个清楚的带领所以我放下了我原来的工作，我原来的专业，然后来到国外，就为了要支持他那结果发现情况就是我承受不了我就很想跑又跑不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之前就已经讨论过说，如果我结婚，然后你出国，我留在国内，那我们刚干嘛结婚呢？对不对？我们夫妻不就是要同心面对挑战嘛那所以心里想跑，这就是自己知道责任上我不应该跑，但是我心里很想跑的时候，那时候是我最痛苦挣扎的时候。好啦，跑不了可以回国喘口气吧那跟先生申请我回台湾休息一下这个回去2个月这样休息一下你看我自己花我自己的钱回去其他人就说在我们那个社区的也没信主的听到还有意见说哇你们才出国1年多2年，你们就有钱买飞机票回国肯定是从教会贪钱了就是说这样的话，对不对？那我说妈呀，这你们谁奉献了让我们有钱可以贪对不对？这些就说不清楚，你只能说我也没有力气，我就是需要喘口气，真的就从这种环境中出来喘口气。好啦，2个月时间很快嘛就过去了，然后必须要回加拿大，拖着沉重的脚步那时候我们 Brandon 我们住的城市离这个飞机场还不是立刻能到，还要隔2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就先住在 Winnipeg 当地的牧师师母家地下室住有1-2个晚上，等我先生来接我。然后那段期间我就做了很多的思考我就回台湾去找了，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那些出去海外侍奉的宣教士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热心，有这样的就是他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去付出，为什么我没有？对不对？我们信的不是同一个神吗？我们读的不是同一个圣经吗？为什么他们有的力量我没有呢？
我就只想跑，我就想逃，那我就开始在寻求这个问题。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买了一套吴勇长老的见证，像上下两侧什么上中下，然后我就一直看，就是他怎么做到的，他的力量哪里来的？为什么我没有他有的力量？我就一边看一边研究。然后呢，我记得那天晚上在他们的地下室，然后越看越惭愧，越看越难过，然后就又难过，又觉得羞愧，就是交加，那个情绪实在是太强，我就哭了。然后我就哭得很难过，就是觉得说，我其实要做的也不算多，我就只是陪伴我先生，对不对？好，那他是主要做所有工作的人，对不对？可是我连这样我都觉得好难，都觉得做不到，我就觉得很想跑，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对不对？就觉得很羞愧，为自己没有能力感到羞愧，为自己想要逃走感到羞愧。那我不是不知道我们出国的挑战，但是真的面对承受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放弃。好，但是又拖着脚步，就觉得因为我的这个婚姻的承诺，然后硬着头皮回来的时候，我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好，我心不甘情不愿，真是到了一种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的地步。我记得那天那眼泪流到一个程度，突然之间有一个心里的声音从我脑子里浮上来，然后他就说，就这样了吗？你要放弃了吗？我将要应许给你的所有祝福你都不要了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擦干眼泪，我就不行，我不能放弃。我如果现在放弃了，我就不知道神要给我应许的祝福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如果不坚持下去，那祝福就没有啦。我拿了一个支票，我没有办法兑现它，对不对？我一定要坚持到看到那个祝福是什么。所以我记得那个是一个决定，就是你要去宣教跟你要去结婚其实是一样的，绝对不能因着我们的情绪，我感觉开心快乐我就往下做，我不开心不快乐，我觉得很挑战我就想跑。我们的这种决定真的不能因着我们的情绪，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就随意的就改变了，那这样我们是谁呀？对不对？在这个过程中，我看见神其实也在测试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 reliable， 我们是不是可信靠的，我们是不是被神能够托付那个信任。这个过程我觉得神在看，然后对我而言，我觉得神在轻飘飘一句话，他也没有说好吧你放弃吧，也没有说你不要放弃啊，也没有，他就说就这样，这就是你的决定了吗？不要祝福了。那这答案就在我自己身上嘛，我说不行，我多亏啊，我已经放弃这么多了。如果我还拿不到神应许的，那我不亏翻了吗？我不干，我一定要坚持下来，对不对？不拿到祝福我就不走。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我属灵的低谷，是我觉得最低谷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快要接近放弃了，但是神一句话，他的一个问句把我转回来，让我重新下一个决定说，我知道很难，但是呢我先生在等我，我不能留他一个人在加拿大面对这么多挑战，对，我起码要去陪伴他。你想说这个过程是我跟神之间的对话，我先生其实没有参与，对不对？他只是很高兴老婆回来，很高兴的不得了。对，就是他其实什么都不能做，这只有神才能够把我们的心转回来。对，好，那我也想特别的问问索恩牧师啊，刚才师母特别讲到了他的心路历程，他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跑回去休息一下。其实我真的听到师母当时的那种处境啊，你们非常的艰难，而且作为宣教士这种拓荒者，说实在的，非常的佩服你们。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力量，你们不可能坚持走到今天。这个真的是在诸多的宣教士的身上我们都看到的。
那当时当师母离开您的时候，那时候您可能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而且又面临着这么多的压力，您怎么样来面对呢？能不能谈一点？其实真的是要非常感谢Sharon。如果真的他不陪我来加拿大，我是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来的，大概也不会有教会聘我了。我是这样跟他说。但是事实让他回去可以休息，然后刚好那时候其实也是他应该是姐姐结婚啦，所以也在一起可以一起就是参加这个婚礼，然后又能够回去喘口气，那我觉得是应该的。对，那当然面对的挑战就像他讲啦，这个别人他们从国内都是借钱来这个打工的，所以前面几年是拼命要还那个债的。这怎么可能？我们来不到1年，他们用这个思维带入，就以为我们好像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很不容易出来，我们借了一大笔债，我们前面应该在还钱啊，怎么还有钱回国呢？不到1年就有钱回国，所以才有那个风言风语出来说我们拿教会的钱啊。其实那时候还有就是教会的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区会牧师帮送我们一台车，他们也不相信，他也觉得是我们从教会拿钱买车，他们都觉得就是怎么这么好的事情，对。但是神那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恩典。那我觉得虽然回去的时候，当我留下来要面对这些他们都不会直接对我讲，但是都是传，最后透过别人传到我的中。那听到当然是非常的难过，然后觉得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来这边服侍，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回应？可能包括一些文化差异，可能包括一些就是人与人的信任还没有建立。所以那时候就像学员讲，如果我那时候一生气，我就不干了，我回国了，那我来这边放弃一切来这边，结果得到这样的回应啊，何苦呢？那就跟学员一样，就是我放弃了上帝要给我的祝福，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考验我们对上帝呼召我们来加拿大的这个 commitment， 我们到底有多少 commitment？ 是顺境的时候才愿意做呢，还是在逆境的时候，在被人家甚至重伤毁谤的时候，你仍然愿意做呢？那我觉得这个Sharon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也呼应我。虽然我们那时候彼此都不知道说，因为分开两地，不知道说各自面对的经历挑战是什么，心里内心的历程又是什么，但其实是类似的考验。上帝都用这样的环境在考验我们。那感谢神的是，都保守了我们，都通过这个考验。那也可以用彼此的这个经历，互相的继续的，我们2个互相取暖，互相的支持撑下来。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在北美到现在已经将近是13个年头了，对。所以这是一路上面走来，前面的回头再看这一切的考验，这些过程，真的是只有一句话说：全凭恩典，都是恩典。真的是不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上帝的恩召，我们自己靠自己撑不下来。我们就是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跟呼召，然后相信他的恩典大过我们的所面对的挑战。就像他对保罗说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即便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状况没有改变，那些苦难，那些困难没有移走，那是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个应许。那的确现在回头来看，就是我们的确也得到上帝很大很大的祝福。那这真的是神莫大的恩典。那我觉得Sharon跟我在那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智也就被磨练的挑战，可以承接我们现在要或者可能将来以后要做上帝要给我们的工作。